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今天呢，带大家做点飞速的业务，这个真的很挑战心态。本次课题的考核的形式为团队战。他不是说他这个处罚是不是违法，而是说我一定保证你桌上只有一个合格的卷。现在进行汇报，希望就是通过核查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对上市造成阻碍，不构成重大违法。结合你们的这个分析文件和应对方案以及内核的这个现场表现，是第2组获胜。恭喜你们每个人又获得了25点 KPI。气压好低呀！我现在压力好大呀！要是最后一个课题没拿到，就差那么5分擦肩而过，这事儿好遗憾哦。其实我觉得差距挺大的。我不觉得哦，我觉得还是很大。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任何发生在你承受范围之内的失败，都是一件最大的好事。欢迎大家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欢迎各位！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式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式派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明，让我们欢迎加油团的老朋友，欢迎小明哥，欢迎陈烨，欢迎大甜甜 ，Hello， 欢迎俊林，欢迎一晨。今天首先我们要恭喜大甜甜在职场上又有全新的突破，因为甜甜主演的新剧《乐游原》最近正在腾讯热播，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好不好？《乐游原》这部剧是虐的时候使劲的虐，然后甜的时候齁甜的，就是一个剧情很饱满的戏。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本季 offer 的新朋友，自信豁达、美丽放光芒、多面女王张雨绮，欢迎雨绮。嗨，大家好，Hello。雨绮来到我们节目之前的内容有看吗？看了一点点，了解了一点点，就是因为觉得非常的喜欢这个节目，然后很喜欢这里面的选手，所以就主动报名来这个节目。你刚才说很喜欢我们的实习生，哪一位最喜欢？印象最深？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胡明昊，我就看到他觉得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我觉得好像就是原来都是山东人，对，都老乡啊，然后长得就是跟小明哥还挺像的。这么高的评价吗？确实，我觉得比我帅。哎，你别说，你俩那个轮廓是有点像的。哎呀，我感觉我们这帮人都是我雇来的。是的，欢迎雨绮。那到今天呢，实习生要迎来最后一个课题的考核了。前面一共有8个课题考核，截止到现在，王毅言语是130%的 KPI 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呢是胡明昊、许文婷和 Kim， 也顺利的突破了100的 KPI， 获得了晋中 offer 的资格。
那剩下的几位张雅琪、肖阳、汪雨桐还有黄凯，还没有突破100的大关，真的要好好加油了。因为突破100就能进入到这个大名单当中，而且如果能突破150，可以有1.5年级的薪资，很诱人入驻晋天工程。小何同学刚才都露出了极其羡慕的光芒，跳槽了要。那接下来这个课题就是他们最后决定命运的机会，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早上好呀！哎呀，今天你怎么动线是在这里啊？我突然间想随便翻一翻，看一下。Hello。早上好啊。Hello。我们过去吧。我先过去把鸡蛋吃了。鸡蛋？你吃的是就是那种原味的煮鸡蛋是吗？对，原味的煮鸡蛋。今天可是王毅帮我包的哟。开个早。嗨，早上好呀。嚯，早。海军风格。这个有点熟悉，所以这是什么植物呢？我感觉有一种植物叶子也很大，好像也是。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是什么浏览器可以直接识别这个植物的名字拍照的？侯明昊永远是默默无语，踏实行动。网纹草。啊，捕蚊子的就是一个网络网蚊，不是捕蚊子。我也是网蚊子蚊。哇哦！哇哦！办公室里一团火焰。儿子，一会儿会发布最后一个课题哈。5分钟后，2号会议室。啊，心脏啊，心脏不太好。哎，我感觉每次发布课题的时候，比公布结果的时候更紧张。我今天在想，就是没想到这个课题结束以后，再也没有新的课题了。哦，我觉得应该这次会特别一点吧，他不会再看文件做这些的。他也许会这样，就是赢的人呢，对吧，会获得，但是没有赢的人有鼓励。心态很好，也好也好，大家都有机会，其乐融融。啊，对。朋友们，走吧。哦，走。哦，走吧。他们有的人还没有达到100%啊，应该还会蛮紧张的。现在只有4位过了100 KPI。是的。你们期待最后一个课题是什么？不是很期待。不是很期待。回答很真实。我们最后一个课题是2个案例，一个案例是非诉的，一个案例是诉讼的。我们先来看非诉的案例，陈律师。
飞速的案例是这样啊，这是一个股权收购的交易的谈判。公司是一家生产经营传感器的一个民营企业，实控人王总呢，因为投资失败，还有很多个人债务需要偿还，所以呢，准备出售公司的控股权。然后他准备出售控股权的价款呢，用于偿还个人债务。目前呢，就这个股权转让事宜呢，跟收购方 S 基金已经接洽了。S 基金是一家设立在开曼的这个离岸的并购基金。为打通上下游这个供应链 ，S 基金呢就准备收购王总持有的公司的全部股权。我们呢分别将作为买方和卖方的代理律师，基于初步达成的合意的交易原则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这个案子的大致情况就这样。回头有关的详细材料我们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接下来我们来看诉讼的案件。G 公司及其关联方与 S 公司曾开展关于某项业务的战略合作。2018年的9月 ，S 公司与 R 基金以及与 S 公司原股东签署了投资协议，其中约定 R 基金以可转债的方式向 S 公司提供5000万元借款。2019年的4月3日 ，R 基金向 S 公司支付了200万元的投资款。余款4800万元至今未再支付。由于 R 基金的上述借款未能全部支付到位 ，S 公司因此产生相关损失，并拟根据案涉协议约定向 R 基金提起仲裁，要求 R 基金支付借款并赔偿损失。我们需要有2组同学分别代表 S 公司为申请人以及 R 基金为被申请人，通过仲裁的形式完成案件处理。都是要直面 PK 啊！这2个案子对抗性都还蛮强的。我们丽姐做律师，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还是挺重要的。通过前面8个课题的考察，大家对于自己想做诉讼还是想做非诉，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当然，有一些同学是比较坚定的。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我们就需要大家来选择，你们是加入到非诉的案件还是诉讼的案件。我们由4个人负责一个案件，每个案件2个人一组，2组是对抗方，2组共同分配的是45点 KPI。45。同样的拉锯战。每5分为1档，此消彼长的拉锯战之后，最终的分数呈现可以是0比45、5比40、10比35、15比30和20比25。此外，我们会在每一个案件当中设一个全场 MVP， 额外获得5个点的加分。哦，这还不错。我们在分组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目前的 KPI。100分以上的，有可能通过这个案件最后一个课题，冲击150点 KPI。没有到100分的，因为这个案件的分值设定很高，最高可以拿到50分，也是有机会能够冲上线的。黄凯，哎呀，黄凯还有一线机会，所以我希望所有人在最后一个课题当中拼尽全力。接下来我们来分组，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怎么选的呢？KPI 从低到高。黄凯，挑一个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最佳的持方。我往这个方向看过去，4个人的表情各有不同，有沉着冷静的，有面露难色的，有面露喜色的，还有面露尴尬色的，各种脸色都有。所以第一个选择的是黄凯。选择很关键，其实在中间选最好。先选不确定自己对手是谁也很危险。
下一个，一彤。啊。哎呀，我的妈呀！不是，我感觉选择大于努力。雨桐会怎么选？我对这次的评比结果，我觉得非常让我心服口服。虽然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我第一次做飞速，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好像比诉讼要更适合我一点。我是这么感觉。他是找到了自己做飞速的感觉。太累。雅琪和肖阳平分，你们俩需要剪刀石头布。2、3、2、1。雅琪上来吧。来。他好像每次都是选这种，就是没人选的。呀，前4个都是选的，这意味着后面4个都不仅要选课题，还要选队友。Kimberly。有，毫不犹豫，挺好的，挺好的。哇，这个队火力全开。下一个是评分，文婷和明浩。来，再次交给命运，剪刀石头布。赢的先选，输的先选。我选择困难，所以我希望输的先选。行，输的先选。他觉得这方面运气很差。好害怕。你对你未来的这个职业方向，你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吗？最倾向现在还是做仲裁方向。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么笃定选择一个职业的方向。从高中开始经历了，比如说像 Legal High 什么的洗礼，那个时候开始就对诉讼律师有一种自己很向往的感觉。对，这种就是有一点像根植于心的东西。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想做这个诉讼业务吗？现在是更坚定了呢，还是有觉得资本市场这个业务这个方向还挺好玩，虽然比较极限，比较挑战。还是诉讼方向。来，下一个洪明浩。我觉得胡明浩会选跟黄凯一组，我也觉得他们俩这意识关系非常好。毫不犹豫，果然，我还是挺了解他的。带过早餐的男人，他每次都是这么急不可待哈。最后一个。
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言语？我其实比较想去买房。对，王毅无论到哪儿都可以，我觉得。好，那我们就分组完成。那么从现在开始，互为对手的，你们要展开45点 KPI 的拉锯战了。好，我们买卖组走。没事 ，MVP 是你了。有信心吗？加油！哎，稳了。对不起，有点过于高兴。稳了。我选跟他一组，我也觉得稳了。王毅真的很能给人安全感。虽然我很菜，但是我会帮你的，就是我会替你安排的。就是虽然我有经验，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话是怎么说，就是不容置疑。如果你觉得我的讲的东西哪里有问题，一定要说，任何一个小的点、细碎的点全部都要说。你要相信你自己的能力。好，对，我一定要相信自己。对，现在下去拿外卖吧。我们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说可能得多花点时间。你希望我们能够拿到多少 KPI？ 总共是45吧。其实要是对手不是王毅的话，我觉得我有信心拿40。我也觉得，本来我看这个案子，我觉得我有信心拿40的，但是对手是王毅，那就。但我们要加油，我们加油啊！我们要全力以赴最后一个课题了。对。哎呀，真的，王毅跟雨桐这是绝佳组合啊，还挺适配的。哎，我特别磕他俩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就是王毅可以稍微再带一下那个雨桐，多好啊！雨桐事无巨细，在准备上能给王毅提供充分的火力。你看看雨桐多高兴啊！雨桐说稳了，稳了，第一次都不救命了，现在直接稳了，已经喜形于色了。所以有些时候一个人如果能力够强的话，给别人的安全感也是很好的。但我真的很喜欢王毅最后说的那番话，就是你一定不要相信我的能力，你还是要努力，而且你要跟我提出相反的意见来质疑我，这样子我们大家都会进步。所以我是觉得这是非常难得，这么年轻就有这么清醒的头脑。这样子我觉得是他人生会不断的进步的。要命女孩变成稳了女孩就是身边有了王毅。然后这次的2个案件，一个是诉讼，一个是非诉，对吧？刚刚我们在中间听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一些细节，一个是借款5000万只到账了200万，对。另外一个好像是一个股权的纠纷，小何同学也帮我们解释一下。好的，先讲那个股权的收购的案子。股权的收购的话呢，它其实最核心就是一个股权的买卖嘛。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要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房子。那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的话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价格。那你价格到底要花多少？那是要用人民币还是要用外汇？接下来除了这个交易的价格，还有这个交易的节奏。就比如说，那你是把这个钱全部都先给到我，我再把这个股权登记给你，还是说你先付一笔，然后我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然后你再把尾款交给我？因为这样子的话，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保证。所以这个交易节点的设置呢也非常的关键。还有就是这个交易的标的本身，那这个股权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呢？它这个股权可能不干净，就是上面有权利负担比如说它设立了一些质押或者说担保这样的东西，那可能就会影响它本身的价值，所以他们双方都要去考虑。那我买方的话可能要去保证说我买到这个东西是又便宜又好的，然后卖方的话保证这个东西尽可能卖出一个高的价格，而且我能把这笔钱拿到，然后可能会有涉及到这些点。哇，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绝对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对，像何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买方会是相对强势一点的一方？要看案子，一般情况下都是买方强势，因为在这个案子里面不是。他是因为自己欠债了，所以迫不得已要卖嘛。那感觉买方应该更有话语权。对的。天哪，买方本来持方就强势，加上张雅琪加 Kim， 这2个最强火力。是。我都想见张雅琪站上来，
你们还卖吗？对啊，你们现在都这种情况了，就是啊，对，就已经要再这样子我们不买了。而且雨桐这一整季一直叫了29天的救命，一直在救命，一天的稳了。对，职场里之前也有一种说法，说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大家赞同这种说法吗？啊，我是觉得蛮赞同的，因为你第一步先得选择，然后后面才谈到怎么努力或者努不努力或者怎么样。人生就是很多时候你走出去这第一步，这一步怎么走就是这样的呀。我觉得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可能就是做这个职业的时候，做出了一个选择。当时我本来想去，不是当律师的，想去当会计。想去当会计，能算明白吗？数学不好，你知道吗？但是不要坑人家，数学不好，人生梦想是当会计。然后是这样的，当时大家就是我们在那个上戏附中嘛，然后大家都在考虑考那个职业规划，大家就去北电上戏去面试，就考大学的这个部分。然后我当时很没有信心的，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小地方来的一个女生，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哎，我要不要就是选一个职业，可以去让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我就问我班主任，我说现在什么职业赚钱赚的又稳又多？他说当会计吧。然后我就当时想，那时候你也太年轻了，也不太懂这些。然后我正好有一次就跟一群朋友去吃饭。然后呢，他有一个老阿姨，就是这个会计，就是做得很成功的一个阿姨呀。然后我就觉得那要不就去考这个吧。然后我就扒拉了一下这些学校，哇，这种专业原来分数要的很高。然后怎么这当时定目标的时候没看这一块没看？我们是艺术类院校，之前的艺考是不考数学的。对，我也是。突然间我们那一年加考了数学，我们是在高中2年级的时候突然有了数学，然后我在高3的时候萌发了要去当会计的想法。一切都这么刚好，然后我觉得太戏剧了，就没发生。当然，最后还是被选择到了这个行业里面来。中国会计师界巨大的损失。我记得之前柏拉图有一句话很短，但是印象让我很深。他说人一生就2场战斗，一场是跟空间的战斗，一场是跟时间的战斗。跟空间的战斗，你要战胜身边的人，这时候选择可能很重要，它会迅速让你脱颖而出。但你还面临一个更长的与时间的战斗，你能在这上面走多久？10年或者20年，这是只有努力才能带来的。这可能选择的那种长尾效应，远远没有努力带得多。所以我觉得人生最好的状态是不选择全要。小孩子才做选择。好，那接下来他们4组都已经组队就绪，接下来正面的 PK 即将展开。下一段 VCR。时间过得好快呀，都到最后一次考核了。是啊，和大家并肩作战了这么久，马上就要迎来这段旅程的终点了。不过呢，这次是终点也是起点，此时最需要来一块儿趣多多让状态满格，全力以赴最后一次考核。好吃的曲奇要一起吃才会更加美味。超多巧克力味豆，曲奇又酥酥脆脆，真的是双重美味。一打开就是超浓郁的巧克力味儿，瞬间心情就变好了。果然是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你确实 get 到了趣多多的精髓。毕竟00后整顿职场，趣多多拯救职场，不愧是你。这次实习是趣多多一路陪伴我们，忙里偷闲，工作汇报是他让我们状态满分。那我们去和趣多多曲奇人一起合个影吧。好呀。早上好，雅琪。早上好，给你带了个包子。哇，谢谢。Hello。Hello。早，你们这拿了几分了？今天发布课题之后，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两方均可以提交多轮文件和问题清单发送到我邮箱，我会释放更多的案件事实给大家。我们回复完之后，在明天
下午4点之后，如果有没有挖掘出的本案关键事实，我们会释放非公开渠道需要获得的证据，但你们会被扣分。你们证据拿了几份啊？没数。啊，没数是很多的意思哦。也不是很多。啊，是吗？哦，开始试探了，火药味已经起来了，有点刀光剑影的意思了。因为对于仲裁而言，就是双方有什么证据，然后怎么去解读，它还是蛮重要的啊。去茶水间，去茶水间，要去私聊了啊。这2组都是正面的 PK， 对方的战术就非常关键了。你看他详细情况是指哪方面的详细情况？他名下的资产的详细情况。对，他在这儿说话都要这么小声。我的这些算公开信息。这个也差不多。哎呦，肖阳来了，警惕。我过来拿杯咖啡。你看他的手很诚实，放在这鼠标上，心想赶紧把页面先对控制一下。已经在快捷键了。保密，懂，用暗语来交流，太好笑了。这样可以吧？双方应合理确定意向金文件的签署时间，然后借意向金文件签署之后，你们咋样了？如何形容？你们拿到多少？都不说。黄开嘴可严了。对啊，谁问都不说。是吧？好害怕。乌云来了。你们做的咋样？做的，我发现你们给我们讲的，我们会给他们俩保密，然后他们俩讲的，我们也不会告诉你们。交易开始了，真正的。信息中转站。你们拿到多少？你那个绿色的是啥呀？绿色的漱口水。转开话题，这个话题转换的敢再生硬一点吗？真的。然后王毅也是顺着台阶就下哈。这是我之前给你找的漱口水，特别好用，我跟你说，我截图发给你吧。OK。我口腔健康需要关注一下。这岔开话题岔的真的好尴尬。我为什么忽然要给他发这个？证据有几份呢？你这个绿色的，哎，王毅这个表情好品哎，很好品。我要先拿个水喝。我也去买点水喝。走吧。这个他自动的。我们来探班了。探班，真的有种探班的感觉。看完病号是吗？来回打探啊。完了，我觉得文婷好憔悴。是的，非常的憔悴。我也是。没看到你，你还是很生龙活虎。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感觉我们觉得非常重点的东西问了以后都没有相关的证据，然后发的证据都感觉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应该不会被回复吧，然后就被回复了。看看，你们可以看，没有问题。再来说一下心路历程吧，我觉得这点非常搞笑。我刚才跟文婷也说了，是这样的，我们先根据这个增资协议提到的一份战略说明，然后我们挖出了这份战略合作协议，然后再根据这份战略协议里面提及的一句话，我们又挖出了这份合作协议。反正就一直挖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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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你看。我的妈，你发了好多轮。对啊，发很多轮。我看你们发了多少轮了？就是跟剧本杀一样，比如说这个，就是发给我们4个人，就2方都触发了这个事实，然后这个是只有我们这方触发的事实，就只有在这里。我感觉你们这好有意思啊。
好像，那你来。我昨天也是这种感觉，就好像玩游戏，你知道吗？像玩游戏，但是它又不完全是玩游戏。但是这个玩游戏的过程非常痛苦。那只要你们比他们组挖的多不就行吗？那不一定这个意思吗？那没有办法，我们就看自己就得了，不跟别人比了就。我今天早上试探了一下胡明昊，他的口风非常严。他超严，我们也问了，他们也不什么都不说。保密。害怕你是我方派出的间谍。来拉拢一下。瞬间变成了谍战戏。我们对一对口风。但凯哥这个保密意识真的可以的。对他们俩口风都好严。对，我跟你们讲的太多了。对。把我们的家里都偷给他们了。我有这个，还有这个。你们两个，真的，你们两个小心点。让我非常害怕。别害怕，不能跟别人比。我你讲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跟他们比。不是，那最后那你跟别人比，那是外在的规则，我内心不跟没人比得上。那我不太懂这个比赛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你不能被搞心态，对。听到了没有？不要被搞心态。理解。对。肖阳太可爱了，都没了。他先还是犹豫了一下，忍不住啊，我还是跟你们说我心路历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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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可以根据现有的文件挖掘出这么多份文件，还是蛮厉害的。走吧，拜拜，拜拜，加油。还有不到1小时要提交了。好的。今天案情发布以后，到明天中午之前，我们会向大家提供一份双方已经达成的简单的备忘录，然后以这份简单的备忘录作为基准，拟定一个 TS。各方拟定以后，由我们来判定用哪一方的版本作为继续谈判的一个交易版本。交割条件里，你先加款的支付了吗？加款的支付。哦，那个我写了。对，可以。就是确保我们钱要收到。对，那个我写了，你可以看一下我语句通通之类的。黄凯，胡明昊这组太神秘了吧？我来提醒一下，还有不到1小时。好的。提交。好的，谢谢。收购标的，对，这个是收购标的。我觉得可以把程序保证再加一下，稍微加。哎，我们这个股权转让啊，在这是删掉，这是删掉。然后他那个上面提到了房产抵押，想要一个房产抵押的证明。对。要有啥心结，你们发我微信上。这两个真是都不知道他们准备了啥。对 GoPro 的保密，你知道是？要不问的大致想了很多，想不到怎么点子，想的也来不及了。好，看没问题发了，没问题。胡明昊说没问题，想不到什么了，我估计就真没什么了。可以，这个定义可以。发吧。我觉得可以。52了。差不多了。你先发哈。哎呦，哎呦，我天啊！这个66个，哎，咱们这次能蒙对几个呢？怎么叫蒙呢？怎么能这样蒙？文婷今天状态好好啊，很松弛。你们结束了吗？没结束也得交。加油！还没有发吗？正在发。啊。邮件我都收到了，2点钟，1号会议室开会，好吗？你笑眯眯的干嘛？
没有。笑眯眯的干嘛？还不让人笑了，真的是。那个邮件收到了。下午2点，在这里1号会议室开会。我看一下，消化一下，好吧？好。每次提交都觉得很完美，然后一提交就陈律一点播就会发现有错误。我觉得该有的都已经有了，应该不会错的很离谱吧？对，我觉得我们只会写多，不会写少。但我觉得我们已经够精简了，删了那么多了。好吧，也不知道写的是。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为什么？我怎么觉得他们会写得很好？你怎么界定这个好与不好呢？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他们经验组的人会知道，在这种类型的交易里面，可能哪些点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如果他没有写这个点，说明他没有考虑到位。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过去了？对，走吧。而且他们后期会面对面的 PK， 就你准备好的内容是骡子是马溜一溜，真刀真枪定胜负。你紧张吗？不紧张，没什么期望。哎，你教我们的赢的秘诀就是要不要紧张，要轻松。这已经成为一个梗了，松弛。陈律师来了，同学们好。陈律好。还有。直接放出来。我可受不了别人在我们面前，还在对手面前放我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从哪讲起。先说结果吧。直奔主题。先说结果。好。这个结果就是，现在双方客户愿意用谁的？卖方提供的这个版本作为往下继续谈的基础版本。那就是网易他们的版本。好的。张雅琪刚刚说交的时候觉得非常完美。我建议等一下你们可以双方交换一下你们做的协议的版本。好的。好吧。接下去如果以卖方这个版本作为往下谈的和修改的基础的话，买方这边需要进一步先熟悉它的格式、它的内容，以及需要再进一步进行完善的地方。好吧，按时间轴的规定，我们到后天中午，你们需要拿出一份更为详尽一些的往下推进的 TS， 然后把你们双方认为在准备期间所遇到的需要 bargain 的条款拿出来，切记是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各自代表的是各自背后自己的当事人。后天下午做一轮谈判，或者说叫条款交换。在沟通到一定的程度之后，跟自己的当事人做进一步的明确和确认，以期达到往最终版本方向走。所以并不是说你们现在就是完备的，还缺失了很多关乎你们自己当事人利益的条款还没列上去呢，好好再去想。好，那你们到时候分头准备。好的，那我先把我们的发给你们吧。对，妍妍我发给你哈。好，先打出来吧，看我那个。先不是，现在就是跟着他这个走。对。那我们先走了。好，拜拜。走，去探班。
探班。王一又在探班。我们又来探班了。这样是用你了吗？为你们表示开心，谢谢，恭喜，谢谢。就是来秀一下，炫一下，就是来告诉你我们赢了。先剥得这个头筹。哎呦，雅琪，我们接下来怎么？稍微有点被打击士气哈。我也不知道，有点迷茫，是不是？他们现在认真看一看对方的这个版本，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因为做同一件事啊。是的。因为我们没有做过，所以说，我感觉可能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学习一下，我觉得他们是写的挺好的。虽然我才粗略看了一下。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填细。加油呀，才刚开始呢。我们要写出我们需要哪些条款。收购对价1人民币起价。天哪，感觉好难呐。太难了。平时这种协议我读一遍我就觉得脑子都大了，他们得把它写出来。我觉得他俩可能是会在场上会有更精彩表现。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要承认。走。分开跟你们讲一下。我觉得你们现在这时点上考虑的，还是有点跑偏，有点就是一个猛子扎得深了，直接跳到水下去了，你水面上还没搞清楚呢。现在只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沟通，两个老板沟通完了，双方当事人沟通完了，他们决定要买卖这只杯子了。现在就找律师说，你帮我去做一个 TS， 我们把原则性的东西先固定下来。怎么说呢？就是说，具体的交接是哪一天，怎么给我，在哪里交给我，这个没到这个地步。但是我要跟你说好的是，回归商业本质的是，我买卖你这只杯子，我们所说好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必须在现在都讲清楚了。这商业本质当中，是不是你各方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那他那边代表他的当事人，代表他的客户，关心的肯定是我怎么妥善的拿到钱。我这边关心的是我怎么妥善拿到杯子。他要从这么基本的东西来讲吗？这讲得很对的，很基本。因为他们现在目前阶段是很早期的一个沟通，他们第一次做这个方面，应该是第一次做，不清楚这个具体实务当中应该分几个阶段来。就是双方的商业本质就是这个本质，一切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相当于要看那些材料，然后找出合公司它有哪些风险点？但是刚才陈林说不是找风险，你怎么就 get 不到呢？就我这不是找风险点啊，从里边有什么影响我买这个杯子的？我感觉这些材料中它的那些，比如说债务，既要回归商业本质。所以我们现在要找的是有什么会影响我买了以后买的好不好，这以后的风险我们在 SPA 里边谈。我们首先是确保我能买。对，我自己是 qualified， 我是有资格来买的。那人家有资格卖给我吗？对。有什么情况让我买不成嘛？对啊。在我们的目的就是买成，不是买的好不好，就是买成，先买成。对啊，先把这些先要定下来，我们才能走到下一步。所以给你的那些所有的资料都是有用的。然后这个我看了是应该有人会影响我们能不能买的，所以这个要考虑。他眼睛里面逐渐有光了 ，Kim 的眼睛亮了。然后这个也是会影响我们收付款的，所以也是需要考虑。
这个就是反垄断，因为它是生产这个东西，所以也是要考虑。对。但是在这个阶段，需要已经把这个责任原则性。原则，我觉得这个是原则。对。具体怎么执行，比如说他要什么时候买，这些就不用写进去。对。然后就是Kim有点进去懂了，你还没有。所以我们思考的方向就是有什么影响我付款，有什么影响我买的资格，还有什么会影响他们卖给我们的资格。对，这只是商业的部分。所以为什么要用他们的这个版本？就是他们考虑的条款的内容更多了一些。而这个是你买方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但是现在既然想到了，这他还没讲清楚，没有讲透，你们也要研究这个问题。好吧，好吧，谢谢陈律，谢谢陈律。哎，我感觉陈律讲一下，好多了是吧？要不这样吧，我们把它分开来想吧，我们每人想一个部分，可以。刚刚相当于一个点拨了一下，太重要了，要不然两个人刚才完全已经是迷茫了，没有方向了，眼睛里的那个斗志都已经在消散，那个时刻都不知道往哪边去使劲儿。对，希望每个实习生都能碰到一个人生中的陈律。今天发布课题之后，在明天中午12点之前，两方均可以提交多轮文件和问题清单发送到我邮箱，我会释放更多的案件事实给大家。我们回复完之后，在明天下午4点之后，如果有没有挖掘出的本案关键事实，我们会释放非公开渠道需要获得的证据，但你们会被扣分。仅剩一个证据，我们只剩一项。充满信心。别笑那么大声，别笑，一会儿走。不要笑这么大声。低调。没想到竟然真的获得了大部分的。我当时还以为我们至少可能得差4个。对。但没想到它就是全部的材料，我觉得可能是公开信息，咱们得再找找。对，你说的有道理。对。说不定胡明浩已经全了呢。也有可能哦。对呀，因为他们差不多势均力敌。全部，我的天啊，吓了我一跳。好厉害啊！他两组势均力敌，对不对？势均力敌，但是还是有一方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就很好玩。那这样就会很精彩，到时候。这个好好玩。咱可以去那边讨论一下写那个。他们保密还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真的。而且胡明浩他看到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声张。他俩太能藏得住事儿了，是吧？那只需要提交申请书，证据也是要交的。证据，可以找几个可以现在找几个借款纠纷的案例，对，看看他们仲裁申请或者是起诉书是怎么说的。你看，要是隔着那镜子看着他们俩表情，以为他们差7个呢。教你那个门槛用一下。好的。你晚上有事吗？晚上不是写那个什么吗？
我晚上想叫人来家里吃饭。好，好。你俩怎么样？还行吧。昨天晚上回去宿舍讨论了一会儿。讨论了一会儿。任律，您今晚有空吗？没什么安排，应该。想邀请您来家里吃饭。啊？我做饭。你还有这本事了？不知道合不合您口味？挺好啊，我没问题。好，很荣幸，很荣幸。几个人啊？就您、我还有明浩。啊，就我们仨。嗯，那其他人呢？您说就别问这问题了，你自己。这么不解风情的吗？我开小灶是吧？行。我们都在这儿哈。下次我再请他们吃。这是小胡，他满足我心目中对律师的所有想象，时刻帅气有型，面对工作睿智理性。该怎么形容呢？对了，行智精英。没想到，连他的座驾也是如此。导航去法院最近的路线。我也想成为行智精英。东风本田英仕派行智精英座驾。你们今天下午进展怎么样？还可以。那咱们要不然早点走？好。请进，请进。哇，不错啊！哇，哦，买了好多菜哦。哦，就在他们的小公寓。我开始做饭了。做个小炒肉。对，炒香菜。有啥活需要干吗？要不你洗一下这些蔬菜？这个要用，就是直接用水洗就可以。我来吧。这个我还是会的，我也可以。我感觉明浩没干过活儿，他说这个用水洗是吧？不用加什么东西吧？洗洁精？不用，洗洁精搓就行了是吧？洗洁精。也没有啊，我形式上面。洗洁精洗彩椒。这个大概要摘多久？都多少？就是差不多这样。就是哦 ，OK。看来胡明浩真是，好漏了，也是完全不会。哦。哎呦，这手艺真不错，很熟练哈。这色香味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直接分身了。好厉害啊！2个锅同时操作，哎呦，还有汤，还有汤，哦，还有鸡爪，可以吃饭。哇，太丰盛了，8个菜，太棒了你！凤爪，哎呀，好厉害，好厉害！迎来高潮了，咱们这节目。1、2、3、4、5、6、7、8个菜。会做饭的男生真的超级加分。来，谢谢王凯。王凯，谢谢任律和浩子的帮忙。哎，你觉得你最拿手的是哪个菜？我觉得应该这个可能比较好吃。这个啊，我先尝尝这个。好。感觉你现在就是在律所里交了作业，然后等成绩出来那个心态。好吃。人律一顿大快朵颐。再来一块。好吃了，好吃了。你是，就是从哪儿学的做饭啊？小时候就会做，在家里就做。对，是给爷爷做吗？爷爷奶奶做？如果我回去的时候我有时间，我就给他们做饭。你会做吗？你肯定不会。我看你的架势就不像会做饭的。他刚刚在用洗洁精洗彩椒呢。谢谢任律对我们的照顾。哎，没有，谈不上。主要是感觉实习快结束了，然后想请任律来吃个饭。哎呀，我也觉得这段时间过得真的很开心，非常开心。天天跟你们在一起，我都觉得我年轻了。你们本来那天我那同学不是说，他以为你是我同事。他说你们那同事长得好帅吗？微信给我，我说那是我代教。
可能比较在晚上啊，晚上可能看不太清。确实帅，我感觉面试的时候就高颜值。面试的时候，刘律看了我一眼，我心想，完了，这个律师肯定是搞诉讼的，一眼刺破我的灵魂。花式拍马屁。洪照，你这段时间有跟家里联系吗？昨天晚上刚跟我爸打了个电话，主要我没告诉他们来这个节目，我说我去实习了。不是，我比较喜欢就是突然袭击，把事儿办成了以后就吓唬他们一下。那你父母可是真省心。我刚想说，我说规定自己每个礼拜至少打1次电话，我觉得挺多的。我要天天给我妈打电话，我妈觉得是不是缺钱了？你呢？我最近没有联系我爷爷，就感觉实习就是工作还挺多的，对。然后我的时间跟他时间也不太一样。可以中午打一个，中午你爷爷还有午休是吧？对，中午可以打，但这2天因为压力有点大，不太想让他知道自己有压力。还是多给家里打电话。咱们男生呢，我也有这个毛病。其实跟家里联系，就是跟我父母联系，其实少。应该多联系。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特别是你这边，你爷爷本身年纪这么大了，然后从小把你拉扯大，对吧？还是很需要，我就不说关心吧，咱们也没法特别在身边去照顾和关心老人。不过有时候也会感觉特别自责，因为我爷爷他年纪不是这么大的嘛，他还是自己照顾自己。哎呀，然后我这个年纪还在读研，就是因为耽误了几年，我又没办法回报他，然后就会感觉有时候会挺难过。没有，我觉得你不用想这么多。你要是天在家伺候你爷，你爷可能也觉得是不是他耽误了你？对啊，反正他对我一直很好，他养我他已经退休了，但其实没什么退休金在村里。反正他所有给我的费用，他都是自己自学草药，就看那种中药书，去根据他的图形去山上摘了之后再去卖。去山上摘草药这件事情很危险，然后还要就是爬很高，直接很笔直的从山上爬上去，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年纪那么大，70、80岁了还爬。他其实就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抚养我长大。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如果我自己有足够经济能力，他完全不用做这件事情，就我可以直接回报他。我觉得你爷爷真是挺伟大的。我方便问你现在的经济是靠你前几年攒下来的工资吗？还是怎么？对，就本科自己赚钱，然后考研也是自己赚，学费就还是贷款，跟本科一样。哦，对，对，我之所以没报北大也有这个原因，因为他北京要租房嘛。所以第3年就改成清华了。我觉得就对我来说，这个年纪。就2个学校带给你的应该差不多，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努力，然后就觉得那方面的压力就是能减少一些成本就减少一些成本。哎呀，太难过了。没有，我觉得这个经济上、时间上，我觉得你不要想这么多。但是像刚才讲的，你起码让你爷爷觉得你心里有他，对吧？你还是要主动打个电话，让你爷爷每天都能接到你电话，他肯定非常开心。黄凯，你爷爷现在睡了吗？你要不要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我看看，他有时候会睡，他有时候11点了还会给我打电话。喂，爷爷。我打什么事啊？哦，你这么晚还没睡呀？
我都是7点就睡去了，我在这醒来。哦，就是很多天没有给你打电话了，现在想打个电话给你。我还照是睡觉吧。哦，我这边实习快结束了，应该还有差不多1个礼拜多。啊？我说我这边实习还有1个礼拜，差不多就结束了。还有1个礼拜啊？对，差不多还有1个礼拜。爷爷关心的点，你还要累1个礼拜呀？你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老师讲啊？我回去的时候会跟老师说。校长没有跟老师讲啊？现在知道，学校知道。学校知道了哈。是。学校知道，你要跟学校讲一讲啊，这个是大事啊。好，没事，不用担心这个，跟学校说过了。我现在跟我实习的老师还有我实习的朋友在一起吃饭。老师就在你边上了。对对对。我跟爷爷说两句。好。哎，爷爷，哎，打扰您了，打扰您了，我们现在在吃饭。我跟那个黄凯讲了，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啊。让他每天都给您打电话啊，不让您担心啊。那谢谢您，老师。对，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不是我应该，是黄凯应该的。真的，他真的是应该，真的非常感激您啊，这么不容易。那谢谢您，老师。对，让爷爷好好休息吧，反正我都跟爷爷说了啊，每天都要打电话啊。好，我之后每天打电话。明天我开始监督你。对，让他看见你过上你想要的生活，是你对你爷爷最好的回报。谢谢人，谢谢耗子。怎么回事？这不是一个职场节目，为啥一直？我第一次来这节目，我前面空2期，第3期来的时候我就哭了。我说天哪，我感觉录那个恋爱类的都感觉是那样的，都没有哭。一来这个感觉特别有泪点，我天哪！是的，像甜甜说，感情世界很多是上层建筑，但职场你关注的是生命最基石的部分，对，你创造的社会价值，是你底层的人际关系，是内心最坚实的那个基础。我们对于这个孝顺和传承是非常讲究的，所以当我姥姥，还有我爷爷奶奶年纪大的时候，我爸爸、叔叔、姑姑，还有我的姨、我的舅舅都是轮着陪老人家睡觉的。因为我姥姥94岁了，越来越瘦。每天我们家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姥姥今天又多吃了一点东西啊，因为她年纪大了不爱吃东西，所以呢，我们家就每天我的姨、我的妈妈轮着去给她做不同的好吃的东西，只要她能吃进去就好。有时候给她弄个爆米花啊，给她弄个什么就她爱吃的东西，只要她多吃了一点，我们这个家人群里边就特别嗨，就各种开心祝贺，哎，觉得姥姥哎呀太厉害了，各种夸奖。小明哥刚才说的这一点，我特别有体会，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跟外婆长大的，然后呢，我外婆是一辈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吃东西的人，一桌要摆满，不然不开席，就是一定要有热菜、有凉菜、有主菜、有主食，然后就是她就一辈子很爱吃，但她最后就是生病得了结肠的癌症，然后到最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她其实是一直不能再进食。
我没吃上呢，对吧？然后那个我要去晚一点，然后就还好，人生就还是让我让他满足了这么一个愿望。这个节目太有泪点了。是的，我突然想到一个我和我爷爷小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的一个事儿。我们现在需要一件好笑的事，你看看那边。你快讲点好笑的，我现在这儿难过的我都快录不下去了。我跟你讲，要听一个好笑的爷爷，整个尬活儿。我幼儿园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我就看别人放学了，每个人都拿一个气球，我就看别人我就特别羡慕别人。让我爷爷以前小时候来接我放学。有一天呢，我就特别想要那个气球，我就吵着闹着，我说：“哎呀，我不走，我就要买这个气球。”我爷爷他就说不过我嘛，他说：“那给你买一个嘛。”我就看到那个气球，我就特别开心，我就拿到了，我拿到了，我就手舞足蹈了，我就在那儿耶，然后我就想，因为我以前小时候特别爱玩，我想把那个气球放出去，然后再等它掉下来的时候，然后再抓住它那样玩。结果我一放，它就开始飞。哎，飞我就跳，我就怎么都抓不到，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氢气球，就飞走了。我还记得那个球是10块钱，我爷爷刚付完钱，就是他刚在付钱呢。然后我就跳，然后就在这飞，然后我爷爷一付完钱一回来，哎，好玩吗？然后球呢？让我给你变个魔术，爷爷，哎，球没了，球没了。然后我爷爷，我就和我爷爷就在那儿看着。爷爷，你给我买的是孔明灯吧？就是用来放的。真是羡慕你们的故事，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听起来还是觉得非常温暖。我也是姥爷带大的，我们好像都是隔代带大的，这好像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而且是那种纯粹、彻底的、无条件的，对，不附着任何对你的期许的那种爱。真的，父母有时候还会想你要怎么样，我才怎么样，你要足够优秀，爱会多一点，更有严厉一些。那爷爷奶奶这里完全没有。所以黄凯的爷爷90岁了，但刚才让我最开心的是他电话里的时候声音的力道，中气很足啊，直接就是从这个扬声器里就是裂屏而出的那感觉。所以刚才我觉得雨琦说的特别对，珍惜每一天，没事儿咱就打个电话，打过去又问爷爷那个彩椒能不能用洗洁精洗啊？爷爷啊，这个我该拿什么洗呢？爷爷说你傻呀，不要洗，没关系，所有的小细节就这么聊着，都是乐趣，都是美好的回忆。我们也得祝黄凯的爷爷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这段的分享。当然了，这是一个晚餐上的温情，因为涉及到家庭永远是温情，但职场不全部由温情铸就。接下来要面临的是真刀真枪的 PK， 战况如何？我们一起来看。哭完了看他们打架。他每天都带早餐。嗨，早餐给你带过来了。早上好，谢谢。早上好。今天大家都很帅啊。黄凯每天我感觉都有8份早餐，现在。给你带的烧麦和鸡蛋。Thanks， 感谢。你昨天做的菜有拍照吗？我没拍照。都没拍一个。啊，你为啥是自己做的菜？诶，请人律吃饭，当然自己做菜呀。你请人律吃饭？对呀，他昨天邀请的时候，我就坐在那儿，我好想问，你怎么不请我们？他可真行啊！他跟那个谁都是人律带，他倒和胡明昊一起跟人律吃饭。对，文婷气死了。文婷哭了。怎么不请我们？下次。哦，下次一定。下次一定哈。下次。好，申请书的内容是不是不用特别多？仲裁申请，我觉得一开始不用特别多。哦。我们现在不用想抗辩的事儿，没必要提醒对面他们可以怎么抗辩，然后就是合同成立生效，然后他们没有履行义务，然后造成损失。关键还有一个证据清单。对，证据清单要列，然后证据清单需要做表格吗？但是证据清单得把那个写完以后，看看用了啥证据才能写证据清单。先算一下损失的数额，然后就再检查一遍，然后把那个最后把证据清单。
现在他们的节奏点就是说，你去打仲裁的话，你先要提交一份申请书，然后申请书的话要列明你主要的这些诉求，然后再把一个证据做成一个清单，然后一起提交。这就是他们昨天挖掘证据就要用在今天这个地方。放在绿桌子上面。怎么不吃饭呢？有点不舒服，我那个你咋了？没事，我躺一会儿就行了。你咋了？啊，有可能生病了。没事，我觉得问题不大。低血糖吧，有可能感冒了吧之类的，强度太大没休息好。他太瘦了，抵抗力会下降的。对，我有那个，上一次不太舒服有药。这是啥药啊？退烧的。退烧的，没疼别疼。没到那里。对，可能就是歇会儿就行了。真的？那放你那儿吧，先。行，放我一会儿。撑不住。这么严重啊？嘴唇有点发白了。而且他们实习这段时间应该基本上都没怎么好好休息过。怎么了？有点发烧。发烧？38度3还行，不算高烧。我觉得你应该睡一会儿。对。我也觉得你应该睡一会儿。对你休息一下，舒服一点。已经2、3点了。好。哎，那妈妈看到的这个会很心疼的。哎呦，这儿真睡不好，回去吧。还是应该回去的。哪怕你躺平了躺一下也好。一会儿没啥事儿，我可能先回去一下。你怎么了？我有点发烧。行，那你快点回去休息吧。好，谢谢。我发现兰蔻谱写你未来小程序上发展自己的职场资源这门课不错哎，之前学的时候就觉得挺好。里面有提到，首先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积极情绪，比如找一个合适的倾诉对象。对。其次呢，就是要多学习来提升自己的胜任感。最后就是要注重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我们才能更好的稳步前进。还可以利用平常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学习，真不错，真不错。咱们先打开一下那个政治申请书。OK， 确实没有很长。哎，
哎，他们这点好简单啊，这申请书。嗯。然后他没有说要这公司赔偿哎。啊，对他们好奇怪。我跟你说，不要小看对方，肯定有什么东西在里边。我跟你说，他们写简单，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不知道他们太多的想法。我现在要是能变成一条鱼，在那湖里游泳就好了。为什么这么突然？告诉他也直接从这里跳下去。他在想什么？开始发疯了。这个文艺 boy 这那么浪漫的吗？你为什么这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你说呢？不至于吧？疯了已经。不就是证明为什么我没有违约吗？是啊，为什么呢？证明他们违约好证明，他们就是没给利息。那咱们的4800万怎么办？4800万有办法啊，我们不按履行抗辩权不给你，而且我没有违约。如果我违约的话，我还要赔他违约金的。证明我们自己没有违约最重要，这样至少我们能不负更多的气了。就他们的立场要挺坚定的。不按抗辩权的意思就是说，你都已经没有再想要履行这个合同了，我觉得你接下来应该不会履行，所以我感到不安了之后，所以我也不履行，这就是我一个法定的不去履行的一个义务。就我们现在两条路径，第一个是证明他现在为什么不用履行4800万的给付金额，第二点就是为什么 S 公司要去还200万。所以针对于第一点，我们的抗辩的理由，第一个我就是不按抗辩权，这样不用履行。还有一个就是财务报表，如果说也有问题的话，它这个合同可能是无效或者可撤销的。这2点就是都是我们不用履行的原因。哈，你说，我刚刚想到一个点，你说投资协议当中的新诀条件1.5，即每次放款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巴拉巴拉巴拉，且未发生或可预见将要发生任何可能影响其履行交易协议下义务能力的事件。根据这个聊天记录，这个实际控制人很明显的在融资，公司的财务情况也发生非常明显的这样恶劣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他还款能力会受到影响，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不用给他钱，因为他没有满足这个先决条件，咱们不需要付款。对，这就是连不按抗辩权不用主张，直接合同条款的一个。对，是。对。这条非常明显了，好，这个觉得不错，所以我们不用探讨我们首次放款日，我们只要探讨我们下一次放款日的时候，我说你的经营状况不行，所以我不给你放款就行。我们现在要证明的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要给他放款，不是证明2019年那笔放错了啊？对啊，好有道理，或者是他已经做出了虚假陈述，因为他给了那个财务报表。对啊，可以 ，very clever，yes，very clever。他们俩逍遥还挺好笑的，他们俩每个人脸里写着哇，你是个小天才。是的，你也是。非常不错，非常不错。然后我先把我刚刚稍微写了一下，就是我们的反请求的整个大纲啊、诉求什么的，给你看。你觉得有什么需要更改的地方吗？我也没想到特别好的要更改的地方。那我们先按照这个写呗。你愿意写哪个点？我都行。你挑呗。那我挑第一个吧。好，那我挑2个。海哥，吴明浩去哪儿了？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啊，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回去了。加油。黄凯现在其实第一是身边吴明浩的不在会影响效率，第二他现在心还记挂着吴明浩那边。
友情真好。你知道男生和男生那种友情其实是很简单。好在，你醒了吗？你身体好点了吗？好点了吧？给你点了一份汤，你起来喝一点吧。OK。你现在还烧吗？低烧。低烧。这真的是贴心小太阳。还摘菜了？没有，我就想说要不要给你加点菜，我把它炒掉。你先吃。黄凯这黄金室友，这是点了外卖觉得还不够，再来做点饭。给你加点菜。时间过得很快，你们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在这里，我带大家开启了这次的实习。1个月过去了，今天是我们实习期的最后一天。今天这是咱们最后一次一起加班的一天。是的，最后一次。我们现在一定要加油。那我们得努力一下，把我们的水平拉上去。律师们给我们下最后的通牒了，必须回家。回啥呀？对，我同意。好可怕，你们！加油！他们已经在积攒强大的心理情绪，到时候准备给你们施压。你觉得咱们有把握吗？不要小看对方。一路奋战，到最后的关头了，大家必须拿出全部的勇气，好好的最后的表现一场。挥法律之利剑，持正义之天平，除人间之邪恶，守正法之圣洁。要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公理之下，正义不朽。他方说官的有约必。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法律让我们不需要保持沉默，依然能够争取自己的公义。法不阿贵，神不挠屈。法学的美德是宽容。那整个贴实的商务谈判，胜出的就是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在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父母创伤后遗症，指的就是有一些人在和原生家庭的沟通中很惧怕跟父母打交道，所以我觉得呢，有一些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那有一些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打不打电话这件事情，最终还要取决于大家自己的判断。所以最后朗诵大家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孝顺呢，并不是对父母百依百顺，而是我们能够站在父母原来的环境里去理解他们，并且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跟选择。因为刚毕业的时候，我们都有了新的身份，父母也要适应，他们不再是学生家长了，而我们也要放飞到新的社会中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跟父母进行沟通，经常打电话，听一听父母老人跟我们讲的过去的事情，一些经验之谈，对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且事隔多年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亲人、自己的父母是对自己最好的，给的建议也是最中肯的。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电影节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
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调落。